那时候我没有什么看好他，我说滑板不是一个职业来的。我那时候很希望他做医生呢，还是做 lawyer 啦。我还记得我真的很生气，我真的很想爆炸。我老师讲，you cannot do anything in life， 然后你就要去做 stand-up comedian 啦。So at that point of time， 我要笑着带过来吧。Of course， 当然是挺伤心啦，跟人家瞧不起。我每个星期一会来这里来练滑板。从13岁到14岁，跟我弟弟开始滑板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说啊，我要当滑板运动员哦。我从小其实不是那么爱读书的，毕业小学是刚刚150分呢，不能够去 Express。中学的时候我是去 NT， 那些 NA 跟 Express 的学生也有可能会看我们这种 ND 的学生哦，比如说你不会读啊，有一点笨啊。如果说陈泽诺不是读书的料，那也不尽然。在东园中学读普通工艺源流时，他曾考获11科 A 的佳绩。Sec 2的时候，他们给我选择要不要 lateral transfer， 意思是从 ND 跳去 NA。泽诺在家里是老大，还有一名弟弟。在妈妈的眼里，他是一名学习能力相当强的孩子。我也是没有办法去相信说有这个可能哦，好像觉得说其实我的孩子真的很聪明的，只是心有点散了啦。转入普通学术源流后，泽诺正步入青春期，滑板生涯刚起步，学业成绩却一路往下滑。是我那时候我的想法有一点不成熟，因为小的时候很顽皮嘛，需要朋友啊，要觉得有一个 sense of belonging， 所以我的心没有在读书了，科目也比较难，有些东西我不能 catch up， 我读不了。我是CEO of Emerge Esports， 我们是专门帮电竞战队与网红做一些商业化的一些管理。我已经创业了4年。你去 top， 你去 EXP， 我是一个很不爱读书的人，从小就比较think out of the box 吧，我就觉得读书有什么必要？比较喜欢玩游戏啊，就比如说打鼓啊、踢球啊、打球啊。郭维杰小学成绩还好，之后到东景中学念会捷源流，不但学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也误交损友，荒废学业。可以说比较叛逆吧，就翘课啊、打架啊之类的东西，就没有去读书咯，就是一直想去玩啊。以前我可能觉得年少气壮，就有什么事就开始直接动拳头。从小，维杰的爸妈都相当关注孩子的学业，妹妹成绩十分优异。在练上减速的地方。哦，go！ 维杰的父亲是一名警察，他自己却成为问题少年。当时我可能还不太了解那个事情的严重性，然后那个 repercussion that will happen， 可能是他的朋友的关系，变得叫叛逆他带他出去玩，比较不爱读书了。
成绩真的一落千丈啊，让我们非常担忧咯。老师也是有找我们，所以就请补习老师给他，有时阻止他出去玩咯。那时候真的是没什么听，我是觉得当时候就朋友都这么做，我为什么需要去听，对吧？同样处于叛逆期，泽诺也无心向学，成绩惨不忍睹。最差是全部 U 哎，英文都是 U， 数学 U， 科学也是 U，social studies U， 全部都是 U grade。其实我父母不介意我拿什么成绩回来，我pass我 fail 他们也是不会讲什么，所以没有这么多压力。现在回头想，其实没有压力的时候是不好嘞，因为他们就不会催我去努力的去读书咯。我是不会给他压力啦，我只是有一句很实在的话跟他们讲哎，读到学到永远都是你的，别人是永远抢不到你自己所吸收到的一切。父母好言相劝，泽诺那个时候听不进去。一遇到烦心事，滑板场就成为他的避风港。那时候我在家里的问题啊，其实是我不要去想的。我的解决是 ，OK 咯，我就拿我的滑板出去练习啊，还是去玩。那时候我们家里有点经济问题，很多东西就一起来就感到很压力，自己就跟他吵起来。他没有去 school， 然后去跑去滑板，我就讲给他说，为什么你不要去学校，一起跑去滑板？就那个时候就吵得很厉害咯，我就骂咯，就生气了嘛。但他跑出去那一盒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了。Okay, start. You are dead, boys. 郭维杰的公司内有不少电竞玩家，大家对电竞一直怀抱满腔热忱。维杰在中学时期也一度沉浸电玩世界里，已经影响他的功课了。我看他沉迷于打电动，所以我也是很担心，因为有劝他，可是他就是不听哦，好好玩哦。第一年还好，第二年开始就哇，真的很差。就 D7 EAF9 D7 EAF9 这样，就是有些是 barely pass 就之类的东西。拼。Set 3 class position 40 upon 40。对咯，他真是。最 good 了。他都是。幸好父母在维杰中4会考前一番苦口婆心，及时拉了他一把。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考到100分啊什么嘛，最要紧说你要有一点收益啦，就是说你去理工学院学个技术出来。外面找工作比较容易嘛。我想了想，如果我不可以进理工学院 JC 或者 even IT or any other school， 我要去哪里？然后就是中学后我要去做些什么？我什么都不能做啊。就是前面第7名。哎呀，不是第7名，后面第1名变前面第7名。维杰及时发奋用功，以总积分19分的成绩，勉强考进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科系。我就想来，哎呀。Okay, I make it into poly. Good job, you know. Let's go back to playing. 我老师讲 ，with what you are doing, you cannot do anything in life really 啦。Just go and be like stand-up comedian. I don't think you can achieve anything 啦。So what can I say 啊？就笑着带过这样。But of course, I do feel her 啦， I do feel disappointed. 不爱读书，对未来也没想太多，输在起跑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直到有一次，维杰就读理工学院期间，因打架被抓。差不多要 graduate 的时候，跟我朋友就是去打架，在巴萨 down area 咯。过几个礼拜被抓了，我的 parents 这些来 visit 我，来 bill 我，就他们很伤心，就很失望咯。然后他们也有一点自责 ，she was crying 啦，在哭，然后就讲说来，怎么要做到今天这个地步？然后就觉得其实 what am I doing with life？So from that point of time 我就开始比较学乖一点了。
我爸爸的职业是警察，然后我还觉得很自责咯。最让我很难受的地方，最内疚的地方是他从来没有 blame 我，他从来没有 take it out on 我。And you can feel that he's sad, he's very disappointed. So yeah, so 我觉得 about that it affect me a lot. He really affect me a lot. 然后也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才会 look back， 我觉得 I could have done better 啦。在学业患得患失的陈泽诺，14岁那年立志当一名滑板高手。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放飞自我、勇敢追梦的推动力。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可以在这行成功，我跟我自己说，我也可以。That's why if I go there, I Try get a big spin, front big spin. 其实对学业的时候输人家我不介意，可是在滑板的时候比较介意，不是说输给人家，是输给自己。你是跟你自己比，因为你有自己的 style， 你有自己的动作。他的梦想却遭受身边人质疑，频频泼冷水。在中学的时候，我也是跟他们说我想当滑板高手，可是呢，他们也是会说，在新加坡你做不到的，在新加坡你只可以梦而已。那时候我没有什么看好他，我说滑板不是一个职业来的，你不要当它好像当方式来的。那是当然没有出头嘛，你滑板你每天去滑到几时才出头，没得出头的。我那时候很希望他做医生呢，还是做 lawyer 了，那是我的愿望啊。我还记得我真的很生气真的很想爆炸。人家一说的时候我不可以的时候，我更要去做。从事极限运动，不管怎么小心，偶尔还是会受伤挂彩。有一次，泽诺严重摔伤，撞到下巴，缝了20多针。你一踏进滑板场的时候，你一定会跌倒，没有跌倒是不会成功的。他教会了我需要坚持了。有去医院看他了，但是他都已经被缝好针了，他还是不怕，你有什么办法？他还是往前啊，他很坚决嘞，很 focus 哎，等你要讲。你跌倒，你起来，试多一次咯，你试到你成功为止了。在生活做工啊、读书啊，不是说你每次遇到失败的时候，你可以放弃。我回头看我这几年滑板的大概7、8年，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应用在工作上。迷途知返的维杰毕业后走回传统路线求职，他自认很努力，但初入社会时总是踢到铁板。我一出来打工就觉得 get a lot of rejection， 因为 first is 我的学历不好嘛，第二是没有 experience， 第一个公司的我的 direct supervisor 就给我做那些 data entry 的 job，never fully utilize 我。然后第二呢，我就去到一个 agency 做了差不多要1年，公司倒闭。然后我就去另外一个公司做了，老板欠我们薪水欠2、3个月，所以我就觉得真的要把命运放在我自己手上啊，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自己去 try 做。First place trophy. Everything was $600 in total. And let's welcome Rocky Joe. 陈泽诺是滑板比赛的常客。过去，滑板被视为街头次文化，人们对这项运动长久以来的偏见，并没有浇灭泽诺的滑板梦。
泽诺在 N 水准考试期间做了一件疯狂的事。N 水准的时候，我有些科目没有考到，是因为那时候有这班滑板人叫 Treasure， 他们刚刚好在巴黎，所以我跟我自己说，哎呀，明天是考数学的，我不去也是不及格，所以我直接买机票去巴黎，去那边10天哦，在巴黎见我的偶像 Pedro Barros， 哇，我真的是很开心。结果我考到很差。29分啊，可以去 ITE 哦。其实他是很失落的，你明白吗？他要哭，他哭不出来的。但是我讲，其实不重要的吗？你就看到今天你的失败哦，不理想的成绩哦，你明天站起来咯。这个只是一个数字上的代表而已嘞，不是代表你的将来来的。泽诺被兴趣耽误学业，却也成就了梦想。2019年，他迎来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在全国预选赛中夺下季军，获选代表新加坡参加东南亚运动会。我其实很开心，因为滑板现在当这了是一个 official sport， 所以那条路对我来说会比较容易，因为这些门全部开始一个一个开了嘛。为了出征冬运会，泽诺在主教练阿里指导下备赛了4个月。That's why front never land. For someone who's like skating for leisure, for fun, suddenly join competition, it was a bit intense. Definitely, a wake up call, I would say. Like he see like, wow, these guys are really good, and this is only Southeast Asia, not even Asia yet. 心里面当然是很想赢，最重要是尽我所能，好好表现。郭维杰一直想自己创业，但万事起头难。幸好他在24岁时遇到生命中的贵人，提供资金支持他开了一家公关与营销公司。Very driven and with a commercial sense. Yeah, and he knows what he wants. That is very rare for a 24-year-old. So I just support him with an investment and then help him with some office rental, office space, yeah, and any expenses that he need to kick off. This is your old office, Yeah, good old times. I still remember I was sitting here together with Marge and a few others. We were like 6. Still remember where Sean was in. Wow, we quit under 8-10 people. 8 to 10 people. 最艰难的是，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第一，你讲经验没有经验，讲学历没有学历。第二、第三是你又这么年轻，所以没有人给不到一种安全感。维杰孤注一掷，他幸运找到合拍的工作伙伴方真颖一起打拼。两人曾是理工学院同学。他朋友也有劝他，讲说：“哎 ，Marjorie， 你真的要跟 Roy 一起创业 ？Roy 可以咩 ？Roy 这样掉了2档。”你确定他不会骗你钱吗？你确定他真的会认真把生意做好吗？因为我跟他合作过，我跟他一起打工过，所以我知道他的为人，他一定会把说到的东西都去做一个100%。这是新加坡滑板队首个冬运会征程，团队出发到马尼拉当天，泽诺的父母亲前往送机。我爸爸在机场的时候，跟我说了这几句话，You prove to me already 所以那时候我有一点吓到，哎，我爸爸从来不会说这种的话，我没有听到他称赞过我，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啊。我的朋友全部就是等待那一刻，全部就是开着电视机来看，全部就看那个 live 哦，看到全部都已经那个血压已经飙得很高了。Good， very good， 加油！加油啊！其实我没有拿到奖牌不会失望的嘞，我跟我自己说，as long as I do my best， and perform well， 我会满足啊。
除了滑板，电竞也在2019年首次成为冬运会项目，更在2年后登上东京奥运会舞台，纳入正式体育项目。但是在这之前，大多数人对电竞业一知半解。当时我还记得我们去参加比赛，5个人参加比赛，拿第2名，拿1个 mouse， 不是1人1个 mouse， 是5个人 share 1个 mouse。所以我们就觉得 at that point of time it was not that supportive。尽管如此，维杰相信自己的眼光，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成立公司，为电竞团队和网红寻找赞助商，进行商业化管理。2020年的时候就开始比较 stable， 比较 mature 了，然后政府部门也是很 supportive。维杰早前以半工半读完成市场行销与网络通讯学士课程，从问题学生到公司总裁，维杰如今担任创业导师，回馈社会，更不羞于分享自己的过去。到现在我请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学历。说你 O level， 你 BSL graduate 也好，你只要 have the right attitude，you know the skill set， 只要你有那 hunger for knowledge and hunger to learn， 我们愿意教。I think tough time make tough man. The day you give up and throw in the towel is the day you lose 咯。目前只有公益教育学院学历的泽诺计划重拾课本，自修会计学。他未来想创立滑板时尚公司，也希望协助父亲经营泰拳馆。他说要学会计，要帮我的生意发扬光大。我说好啊，你要做什么就做咯。如果我以前有好好的读书，我现在做生意的东西，不会有那么多的困难。我现在做的东西也是跟滑板有关，我也想在这个方向往前走，也算是完成我的唯一一个心愿了。